观之道为师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知友小关，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癌症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公元前300多年，西方医学史上就有癌症的文字记载。多少世纪以来，癌症像幽灵一般死死地纠缠着人类，每年吞噬着数百万人的生命，致使人们谈癌色变。张强54岁，是一名退休军人，在4年前因为胸部出现阵发性疼痛去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这对于军人出身的人来说简直没办法接受，当了一辈子的兵，经常坚持锻炼，怎么会患上这种病呢？换了2家医院，检查结果还是一样，只能被迫接受了这个事实。随后医院为张强进行了术疗和放化疗治疗，但治疗的效果不是太好。按照当时医生的判断，如果再找不到有效的治疗方案，张强最多还能撑1年。可如今4年过去了，张强依然顽强地活着。从医学角度说，他已经成功战胜了癌症。4年的时间里，他体内的癌细胞再也没有出现过。问及张强抗癌成功的原因，他总结了2点：常喝抗癌汤，饮食均衡。从古至今就流传着一道汤可以防癌抗癌，被各大养生专家奉为养生经典。抗癌防癌第一汤就是黄芪当归补血汤，而这道汤的4种原料是我们生活中经常吃的，简单方便。具体来说，食材方面选取黄芪30克，花生15克，当归10克，大枣5枚。为什么要选取这4种食材呢？来看看它们能带来什么好处。黄芪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常用于体衰日久、言语低弱、脉细无力的人。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黄芪中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多种氨基酸、多糖等物质，对于我们的身体有着很好的调养作用，提高免疫功能，延缓细胞衰老的进程。黄芪不仅具有补气固表、利水退肿、脱毒排脓、生肌等功效，还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保肝利尿、抗衰老、抗应激、降压和较广泛的抗菌作用。花生营养丰富，物美价廉，含有多种维生素、卵磷脂、蛋白氨基酸、胆碱及油酸、硬脂酸等。花生还是一味很好的中药，对营养不良、贫血萎黄、脾胃失调、咳嗽痰喘、肠燥便秘、乳汁缺乏等症均有较好的食疗作用。由于它营养价值高，吃了延年益寿，故又被称为长寿果。花生的5大营养： 1. 花生中的维生素 K 有止血作用，花生红衣的止血作用比花生更高出50倍，对多种出血性疾病都有良好的止血功效。2. 花生含有维生素 E 和一定量的锌，能增强记忆、抗老化、延缓脑功能衰退、滋润皮肤。3. 花生含有的维生素 C 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有助于防治动脉硬化、高血压和冠心病。4. 花生中的微量元素硒和另一种生物活性物质百利芒醇可以防治肿瘤类疾病，同时也是降低血小板和治疗动脉粥样硬化、心脑血管疾病的化学预防剂。5. 花生还有扶正补虚、悦脾和胃、润肺化痰、滋养调气、利水消肿、止血生乳、清咽止疟的作用。当归，中医认为当归味甘而重，故专能补血，其气清而辛，故又能行血，补中有动，行中有补，为血中之要药。因而它既能补血又能活血，既可通经又能活络。当归性甘温质润，可用于治疗血虚引起的诸多病症，如血虚导致的面色萎黄，血虚不能濡养心神引起的失眠、心悸等症。此外，同补气药物配伍使用时，能很好的治疗血气两虚方面的病症。红枣味甘性温，归脾胃经，有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缓和药性的功效。而现代的药理学则发现，红枣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
有机酸、维生素 A、维生素 C、微量钙、多种氨基酸等丰富的营养成分。药理研究发现，红枣能促进白细胞的生成，降低血清胆固醇，提高血清白蛋白，保护肝脏。红枣中还含有抑制癌细胞，甚至可使癌细胞向正常细胞转化的物质。综合起来，黄芪当归补血汤具有益气、摄血、补脾的功效，经常使用可以治疗脾胃虚弱、气血两亏、心慌失眠的人和化疗导致的血小板下降、出血倾向的癌症病人。既然黄芪当归补血汤有这么多好处，接下来小关就教大家如何制作。首先，将黄芪、当归、花生、红枣洗净，在水中浸泡10分钟，其中中火煮开后转小火煮10分钟左右，加入适量红糖，继续煮5分钟左右即可。沏渣喝汤，每周2到3次。除了喝黄芪当归补血汤之外，也要遵循以下4条饮食方法，注意营养要均衡，才能彻底让身体无忧。1. 3多1少，少吃多餐。第一多是多吃蛋白质和热量丰富的食物，如鱼、蛋、肉、奶。第二多是主食多吃粗粮，如糙米、全麦馒头、全麦面条、玉米、红薯等等。第三多是多吃色彩丰富的蔬菜水果，每天保证1斤蔬果。1少是少吃油炸、烟熏、烧烤、腌制食品以及深加工肉类，如香肠、腊肉等等。少吃多餐是指比如每天5到6次，可以考虑3次正餐，2到3次加餐。如果食欲不佳，可以考虑用肠内营养制剂来替代。建议每周监测体重，如果体重1个月内下降超过 5%， 建议在正餐之外添加补充肠内营养制剂，每天500千卡左右，或者咨询临床营养师制定具体方案。2. 烹饪手法和食谱多样化，规矩太多，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或者觉得人生苦短，无论什么东西只要吃得下，通通都吃。这2种态度对治疗和康复都是不利的。推荐患者不吃的食物，基本上是从食品安全的角度考虑，除非食物污染、过敏或不耐受等情况。肿瘤患者没有哪一种食物是绝对不能吃的，同时也没有万能的抗癌食物，绝不能只吃某一种抗癌食物，最好炖、炒、蒸等轮着来。一方面色香味俱全，可明显的增进食欲，另一方面又能使营养更加丰富和全面，尽量少用油炸。油炸食物气味比较大，会增加患者恶心呕吐的几率。3. 坚持运动，多吃流食。肺癌等患者经过手术、化疗、放疗后，几乎都会伴随活动量和食欲同时缩减。恢复活动可以帮助恢复食量，家属可以帮助逐渐恢复活动量，从床上活动到室内活动，再到户外活动。运动量不用大，关键是动起来。运动起来还可以减少肌肉的损失，对治疗和康复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患者经常胃口不好，流质食物既能保证液体摄入，又可以增加一些营养摄入。很多食物都可以做成流质食物，比如不想吃水果的话，可以做成水果奶昔。不太推荐使用榨汁机，因为水果的营养成分不仅仅是果汁，还有果肉里的纤维。推荐用食物搅拌机把果肉和果汁都打到一起。流质食物也可以做的营养很丰富，成为家里自制的肠内营养补充剂。比如可以放蔬菜、水果、坚果、牛奶、豆奶、酸奶等等，还可以做五谷杂粮糊糊等。即使不想吃东西，也要保证水的摄入。如果食欲不太好，可以考虑在餐间饮水，用餐的时候干稀分开，不太容易有饱腹感，可以多吃一些。另外，食欲差的时候，饮水量可以一半由流质食物或奶制品来代替。4. 注重食品安全，慎吃补品。
癌症患者治疗过程中，免疫力通常会减弱，更容易被感染，因此一定要避免食物污染，蔬菜水果洗干净，削皮，接触食物的刀、案板，包括手也要洗干净。生熟时分开存放和处理，不吃半熟的肉和蛋，不吃未经过巴氏杀菌的乳制品，比如牧场里鲜挤出来的鲜奶就是不应该喝的。从食物中补充所需维生素，吃维生素补品要谨慎，最好咨询医生。最近有研究发现，大量补充抗氧化剂反而可能增加癌症转移。另外，一些维生素、补品或中药会和治疗的药物有相互作用，会对药效有不利的影响。治疗期间服用任何补品，请务必和医生以及营养师交流。小关理解大家吃补品的心理需要，如果经济允许，我也不反对适当吃一些。但大家必须知道，有些常见的补品，甚至高大上的补品很危险，要小心。比如，最近冬虫夏草被明确指出有重金属中毒风险，已被国家管制，加上它贵得要死，效果有限，实在没必要冒险。另外，补品不是药品，不能迷信，更不能用其替代正常饮食或肠内营养剂。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关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